男朋友跟我求婚那天，突然我在他头顶看见了一排字：小姐姐清醒点吧，这个狗男人再过2集就要劈腿了，大渣男，看见就恶心，赶紧退退退。在疯狂的弹幕攻势下，我拒绝了他的求婚。当我扭头跑出去的时候，迎面和个小乞丐撞了个正着，弹幕又开始疯狂闪动。这个孩子以后贼有钱，姐姐快冲！抱他大腿，他是未来首富。我看着面前明显营养不良的小乞丐，首富，确定吗？撞到我的是个小乞丐，大概17、18岁的样子，衣着破烂，脸脏兮兮的，手里还拿着一个面包。从他脸上的慌张程度来看，我猜测应该是刚偷的。我被他撞了个跟头，他看了我一眼，迟疑了几秒，拔腿就要跑。我一把拽住对方，撞人就想跑，怎么你连基本的礼貌都不懂吗？没钱赔你，不用你赔钱。我看着少年的脸，咧了咧嘴，赔个人就行。大概是1周前，我发现自己的世界变得有点不一样了。走到哪儿，我都能看到很多弹幕一样的东西在头顶狂飞。上面说和我谈了4年恋爱的男友宋之远，不久后将会劈腿我闺蜜，还说一直对我都很好的闺蜜，其实是我同父异母的亲妹妹，而那位妹妹接近我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报复我们一家。信息量有点大，我足足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弄明白。我应该是个什么狗血剧里的悲催女配，主角是我闺蜜，不对，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许妙妙。她自幼被我爸抛弃，对我们一家恨之入骨，处心积虑接近我，撬走了我的男友，最后害得我们一家家破人亡。而我到死都把许妙妙当成最好的姐妹，简直就是个宛若圣母转世的智障。大概是剧情过于离谱，网友们怒了，纷纷刷弹幕让我支棱起来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的怨念太深，我居然还当真看到了吐槽的话。于是我拒绝了宋之远的求婚，打算离这对渣男贱女越远越好。原本我还在担心，倘若真脱离了原剧情，我该怎么生活下去。没想到这么快大腿就来了。倘若不是弹幕，我再怎么也猜不到面前的小乞丐会是未来的富豪。既然已经被我碰见，不抱大腿就不礼貌了。我以他撞伤了我的脚，需要人照顾为由将他留了下来，然后翻箱倒柜找出了之前宋之远留在这边的一件 T 恤丢给他，让他洗过澡出来换上。陆然倒是也不客气，沉默不语地进了浴室。10分钟后，这丝裹着我的浴巾就出来了。少年身体精瘦，肌肤上可见几道还未消退的疤痕，发丝还未完全擦干，柔顺地盖住了脑门，湿漉漉的。弹幕瞬间就疯了，卧槽，母爱逐渐变质啊！小小陆总身材真好，想捏。被疯狂的弹幕闪得我都快看不清陆然的脸了。你衣服呢？陆然面无表情，掉地上，湿了。结果弹幕又开始刷，假的，他自己扔的，他就是不想穿你前男友的衣服。呵，怪不得陆然能创业成功，这厮从小就腹黑。我尽量无视发疯的弹幕，捏了捏鼻梁，你之前的脏衣服我都扔了，你等会儿，我给你出去再买件。你的脚不是被我撞崴了，现在又能动了？我都忘了这茬了。我让陆然住在我家，用的借口就是照顾我。不自然的轻咳2声，不能，还是疼。陆然沉默2秒，朝着阳台的方向昂了昂下巴，我穿那个就好。啊！顺着视线瞧过去，才发现陆然说的是我的上衣。当时为了穿着舒服，我买的男友款。我有点犹豫，但那个我穿过。你不愿意就算了，反正我这么待着也不冷。我愿意。我就怕下一秒弹幕又弹出来什么玩意，赶忙怒吼，你立刻马上就把它穿上。我也没想到，我拒绝了宋之远的求婚，许妙妙急了，刚哄陆然穿上衣服，他电话就到了，开口就问，西西，你和之远吵架了？我和宋之远发生的事儿拢共不超过2个小时。许妙妙的消息可真灵通。我嘴角露出几分嘲讽，但还是淡淡的回了句，没吵架，分手了。分手了？许妙妙音量陡然提高，为什么？你不是很爱他吗？声音太大，连坐在旁边的陆然都侧眸瞥了我一眼。陆然大概是怕我尴尬，起身朝厨房走去。我下意识问道，去哪儿？做饭。不用，我点了外卖。哦。陆然又坐了回来。对话被许妙妙听到，立刻警觉，你现在和谁在一起？我想说，关你屁事。话到嘴边却变成了，我新男人。一旦起了个头，接下来的谎话就顺理成章了。你不是问我为什么拒绝宋之远求婚吗？就是因为他。也麻烦转告宋之远，让他别联系我了。就这样。说完我挂断电话。毕竟陆然年纪小，我怕他胡思乱想。主动解释，你别害怕，我不是什么怪阿姨，刚为了拒绝人乱说的。明白，就是拿我当枪使呗。小小年纪，懂得还挺多。我咧了咧嘴，还没来得开口，就又听陆然说道，虽然不小心撞伤了你，但这几天我留下来照顾你，也算是抵消了过错。可是你现在又额外损害了我的名誉，是不是另外的价格了？什么？陆然看向我，被你说成是男朋友，1次100，不算多吧？我现在总算是知道陆然是怎么成为首富的了。这小算盘打得，珠子都要崩我脸上了。
不过陆然的话倒是点醒了我，人与人之间最可靠的连结是什么？是钱啊！毕竟感情在钱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。与其我现在费尽心思想着怎么讨好陆然，求着他以后飞黄腾达关照我，不如我真金白银资助他创业，这样我也算是半个合伙人。于是当他说完之后，我当机立断掏出了自己的银行卡，双手递过去。这里是20万，也是我全部的积蓄，你拿走，做生意也好，搞投资也行，我都不干涉。话音刚落，陆然看我的表情逐渐古怪了起来，我怕他私吞，强调道：先说好，钱可不是白送的呀，以后你赚了也得给我一半的。陆然盯着我，让人看不懂的情绪在眼底翻滚。良久，他才开口：这张卡，你3个月后再给我吧。啊！陆然别过头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总觉得陆然的表情不自然中还带了那么点羞赧。他说：再过3个月我就满18岁了。我开始还不明白这两者有什么关系，随即才了然，他的意思应该是只有成年人才能创业吧。我点了点头，行，那我就等你生日那天送给你，反正你需要钱就说，千万别拿我当外人。没想到下秒，数不清的弹幕再次抵达现场。当男朋友一次100，这姐一次给20万，是准备买人家多少年啊？牛逼，这招是真牛逼！钱不是白给，以后赚钱要还一半，这不等于我要做你老婆吗？666。曹，一直以为这姐是个青铜，没想到其实是王者。这么一看，宋之远还有点惨，哈哈哈哈！弹幕直接给我整懵了。什么玩意？等等，我重新咀嚼了一番自己刚才说过的话。卧槽，好像确实有点不对劲。陆然该不会也误会了吧？还没来得及解释，门铃在这一刻突然疯狂作响。陆然看了我一眼，主动起身去开门，居然是宋之远。宋之远大概没想到我家会有个男人，眉毛拧成一团。你是谁？为什么在这儿？陆然神色清冷，就在5分钟前，这家房子的女主人以全部家产为聘，和我求婚。你觉得我是谁？话音落下，宋之远笑了。和你求婚？小朋友，你成年了吗？陆然眉毛轻扬，怎么，你现在才知道他喜欢年纪比他小的？怪不得他把你甩了。你走吧，身为他新男人的我，不太想看见你。说完，门被关上，过程丝滑的，我连个屁都没来得及放。太阳穴猛地跳了跳，我现在再解释是不是也没啥用了？宋之远被轰走了，我看着面前明显误会了的小少年，还是走了过去。其实那笔钱……话还未说完，陆然皱眉，走挺快啊，这是康复了。卧槽！我刚才情绪太过激动，又双若忘了自己的瘸腿人设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我一屁股就坐地上了，捂着右脚哀嚎。陆然冷笑，是另一边。是吗？我从善如流，皱着眉又捂住了另一边。陆然思索了2秒，不对，我记错了，还是那边。从他犀利的眼神里，我已经知道了他看穿了我的阴谋诡计。我尬笑，哇，痊愈了爷！陆然面无表情，碰瓷儿乞丐，你还真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的。一句话，让我瞬间变成了小鹌鹑。陆然恢复了刚来时的冷漠，朝我伸了伸手。今天陪你演了2场戏，一共200块，结完我走了。看这意思，未来大佬的马屁我不但没拍到，现在人家好像还翻脸了。全剧一共就这么几个牛逼哄哄的人，男女主我是指望不上了，现在再得罪个未来首富，以后还有我好果子吃。我现在就一个念头，绝对不能放走陆然。你听我解释，事情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在陆然我听你继续编的表情里，我心一横，我其实就是喜欢上你了，对你一见钟情，见色起意，于是伪装受伤，把你骗回了家。那20万就是我跟你求婚的没错。听到我的话，陆然原本冷漠的眼神似乎软了些许，于是我再接再厉，对，我是错了，我错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，对一个不应该的人动了心。你那么小，我简直是禽兽，不如还没说出来，陆然就打断了我。小啊，你见过什么？没见过你说我小。等等，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劲？陆然是不是背着我上高速了？我满脸愤懑的表情取悦了陆然，他笑了笑，其实也不是不可以。我没听明白。陆然低着嗓子小声说了句，我是说喜欢我也不是不可以。我不确定陆然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一集结束了，因为我看到了漫天遍地的弹幕席卷而来。这句话真的戳中了我的血槽，许熙是不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才遇到小小鹿啊？为什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卡住，又要等1周了？救命！谁把民政局搬过来，请原地结婚 OK。 楼上的姐妹淡定，小小鹿还未成年，她不是说了吗？再等3个月，笑死！我总觉得事情好像哪里变得不对劲了，但又说不上来。直到晚上，我洗完水果给陆然端过去的时候，才意识到，不对呀，他就是个无家可归的小乞丐。我身为给他提供住所的大善人，他不感恩戴德就算了，怎么现在我变成伺候人的那个了？听到我的疑问，陆然看了我一眼，我在桥洞睡得也挺舒服。
怎么，现在是怪我不懂事喽？看到我怒气冲冲的表情，陆然也没太过分，还安慰我呢。3个月是考察期，期间你表现良好，我就允许你转正成为我女朋友。呵呵，我稀罕的。按照道理，没了我，宋之远应该跟许妙妙更加顺利的在一起才对。可是宋之远却好像被鬼上身了一样，疯狂给我发信息。西西，我知道你和那个男孩没关系，回来吧，我们重新在一起。4年的感情你都忘了吗？我不信你这么狠心。西西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你说人多奇怪，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对我爱答不理。现在我们分手了，他倒来劲了。我懒得再看这些迟来的深情，反手就把他拉黑了。然而到了晚上，我刚睡着就被门铃声吵醒，居然是许妙妙。呵呵的醉醺醺的宋之远，他深夜买醉，给你打电话打不通，酒吧老板就联系了我。路上他一直闹着找你，我就把他带来了。许妙妙把宋之远扶到沙发上，西西，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宋之远分手，但凡事都得有个度。宋之远平时多高傲的人，现在为你喝成这样，我真觉得可以了。这话听得我想笑。什么叫他觉得可以了？他觉得可以了，我就非得要跟宋之远复合。说话声吵醒了陆然，他靠在次卧门口。这姐姐，既然他这么好，能不能自己嫁给他，别怂恿有妇之夫犯错误啊？陆然脸上的不爽都要刻脑门上了。还有，讲点素质吧，这儿也不是垃圾收容中心，怎么什么东西都往这儿扔？人怎么扛过来的？还麻烦你怎么扛出去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许妙妙愣住，你是？我还没回答，陆然就昂起了高傲的头，他新男人，语气不知怎么的，还带了点骄傲。闻言，许妙妙表情变得有些微妙，然后埋怨地看了我一眼，谈恋爱怎么也不知道带给我看看，现在也不至于搞得这么尴尬。嚯，现在倒是我的错了，我怎么记得那天自己明明告诉过他？许妙妙说完，陆然笑了，他眉毛一抬，给你看看。你谁呀？我是西西最好的闺蜜，许妙妙。然后许妙妙开玩笑道，我在西西面前说话可是很有分量的哦，你要想跟我们西西在一起，得先过我这关，不然以后你们吵架，我才不帮你说好话。我心里莫名紧张，当初宋之远就是因为这话，又是请许妙妙吃饭，又是给她买礼物，最后他们越走越近，我倒变成了局外人。有了前车之鉴，我害怕陆然也被许妙妙抢走，结果陆然嗤笑，就你有嘴，别人没嘴，我用得着你替我说？陆然愈发不耐烦，有这个时间，劳驾您赶紧把人扛走。大晚上莫名其妙塞个男人到未婚女孩家里算什么事儿？你不在乎你闺蜜名节，我还担心我女朋友名声呢。许妙妙伶牙俐齿，现在居然也被对得哑口无言。这嘴皮子借我一半，我也不至于这么多年被许妙妙碾压。许妙妙见我没有开口挽留的意思，磨了磨牙，只能带着喝得烂醉的宋之远离开。等到人走后，陆然才斜睨了我一眼，交的这都是什么朋友？我发现你看人的眼光确实差了点意思。说完可能觉得打击面有点广，又补充了句，也就我还行。好家伙，骂人还不忘顺带夸自己。但许妙妙吃瘪，我心里还是有点畅快的，决定好心情的不跟他计较，笑嘻嘻的问了句，你这嘴我很喜欢，卖不卖？问完，陆然皱眉思索了片刻，然后猛地凑近我啄了啄我的唇角。我人傻了。陆然轻咳2声，不卖，但你可以随时使用。紧接着，我的视线被弹幕填满。过年了，过年了，家人们！8级定律诚不欺我，西米露 CP 举旗狂欢。苍天，胰岛素，快给朕上胰岛素！哈哈哈！现在陆队队在房间卷着被子无声狂叫，他知道自己将来是个大总裁吗？卷着被子嚎叫，画面感太强。我不厚道地脑补了一下，等回过神来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的手不知什么时候轻轻摩擦着自己被吻过的地方，后知后觉，我刚是不是被个小屁孩聊了？隔天，许妙妙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给我打电话询问陆然的情况。我记得当初我跟宋之远刚恋爱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样问东问西。现在故技重施，显然是放弃宋之远，准备攻略陆然了。怎么我换一个，他的目标就跟着换一个？这不是喜欢他们，怕是看上我了吧？最后我被问烦了，你不是想知道他干嘛的吗？他就是个捡垃圾的，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闻言，许妙妙沉默了几秒，你不愿意说就算了，用这种话敷衍我有意思吗？我把你当最好的姐妹，但现在我觉得你跟我越来越疏远了。呵呵，居然还想用虚伪的友谊 CPU 我。当初背着我跟我男朋友钉钩的时候，他怎么就没想到我俩是小姐妹呢？话虽然是这么说，但实际上我也没撒谎。经过我的鞭策，陆然确实已经从一个小乞丐转型成了捡垃圾的少年，还是每天早出晚归，捡得贼认真的那种。虽说这确实也算勤劳致富，但怎么想都成为不了首富啊。这天晚上陆然回来，我终于忍不住问了句，最近你有没有什么创业计划？马上就成年了，创业企划书是不是好写起来了？陆然就跟看神经病似的看了我一眼，你见过乞丐创业？那我确实没有。陆然斜了我一眼，
放心，我现在卖废品，收入挺稳定，养得起你。咱就是说，先把之前偷面包的钱还了吧。其实最近这段时间，我跟陆然相处的还算舒坦。他话不多，做饭也好吃，最重要的是长得帅。啥都不干，光是坐在沙发上，我看着就高兴。当然，更让我高兴的是，远离了主角团，在我面前闪烁的糟心弹幕也逐渐消失了。毕竟剧情是围绕主角发生的，像我这种脱离了团队的配角，过什么日子也没人关注。没想到清闲日子才过了几天，这天我刚起床，居然重新看到了飘动的弹幕。卧槽，许妙妙这是什么疯批人设？勾引他爸助理窃取公司机密我理解，但现在又开始勾搭自己亲爹，咋想的？剧情走向我为啥完全看不懂了？宋之远不是男主吗？现在咋又没啥戏份了？再过半小时，许熙他妈即将下线。最后一条弹幕让我慌了，他说我妈。意识到什么，我拔腿往外冲，正巧碰到陆然穿戴整齐，打算出门捡垃圾。去哪儿？陆然在我心里还是个小孩，我不想让他担心，含糊回了句有点事。穿着睡衣，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衣服居然都没换。我慌忙退回房间换了衣服，出来时发现陆然居然还没离开。我陪你。不用。陆然也没回答，沉默地跟在我身后出了家门。说来也奇怪，平日里很好约的出租车，今天居然一辆都没有。着急间，不远处突然传来了喇叭的声音，随即宋之远从停在我家楼下的一辆黑车上走下来。西西，怎么了？事出紧急，我也顾不得他前男友的身份。我妈好像出事儿了。宋之远也没多问，只说了2个字，上车。直到车开了很久，我才想起来，陆然好像没跟过来。我到家的时候，正好撞见许妙妙跟个水蛇似的缠绕在我爸身上。饶是有心理建设，我还是被许妙妙这波骚操作惊呆了。这种尺度真是可以播出的吗？你们在干什么？许妙妙应该压根没想到我会回家。听到我的声音，她明显慌了，但不愧是女主，心理素质非常强。许妙妙立刻调整好情绪，转身扑进了我的怀里。西西，你总算来了。梨花带泪，许西哭的肩膀一耸一耸的。你好久都没联系我，我就担心是自己惹你不高兴，所以今天特地来你家想道歉，却没想到叔叔却……话未说完，宋之远不愧是脑残派的掌门，直接怒了，冲到我爸面前。我始终敬重您是长辈，没想到你现在对西西的朋友也下手。你别怕，我们都在。宋之远揽过许妙妙，还不忘别有心思的看了我一眼，即便是他不护着你，我也会给你讨个公道。话音刚落，我实在是没忍住。三男人知道去我公寓，现在道歉怎么就不知道了？宋之远，我看你是脑袋被屁打了，才会相信这种鬼话。我宛若鹿对附体。还有，你当我这俩眼珠子出气的？刚进来的时候，难道不是你许妙妙扒着我爸？现在你又演这出给谁看？咋的？撬我男人还不满意？现在这是又准备给我当妈了？我说完，宋之远离家出走的智商好像也终于回来了。许妙妙，西西说的是真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许妙妙答不出来，盯着我爸看，但我爸并没有要说出他真实身份的意思，只是说我念你是小辈，这次不追究，立刻离开我家。许妙妙眼泪刷的流了下来，拎着包扭头跑走，一直等到事情全部解决，我妈才买完菜回家，看到我脸上立刻浮出欣喜。西西，你何志远怎么回来也不说一声，妈也好提前给你做饭。按照原情节，我妈应该是在这里撞到我爸和许妙妙勾缠在一起，突然间心脏病发抢救不及时去世的，但现在她还活着，真好。离开前，我走到我爸身边，我对你的事儿不感兴趣，也不在乎许妙妙到底是你情人还是你私生女，但如果有人敢碰我妈，我绝不会放过他。宋之远送我回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西西，我错了。宋之远拉住我，我承认自己和你交往时间长了，有段时间对许妙妙有了好感，但也只是好感，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。今天这件事也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心意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听到这话，我沉默了，倒不是心动，就是惊讶。这个宋之远脸也太大了。在我没说话的这段时间里，网友们误会了，弹幕一个接着一个，这男的可真不要脸，我呕了。许熙该不会跟渣男复合吧？要真是这样，我就不看了。小姐姐，陆然可是在楼下等了你7个小时哎，现在不赶紧回家哄小男人，你在干嘛？我眨了眨眼，陆然等了我7个小时。我扭头四处搜寻，果然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看到了那个小屁孩，嘴里叼了根烟。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能看到一颗小小的火花在他的唇间忽明忽暗闪烁。我朝着等待回复的宋之远勾了勾手，告诉你个秘密，其实你跟许妙妙才是官配，渣男贱女所死的那种。今天事出有因，所以麻烦了你，下次不会了。也劳烦你没事儿别来我家楼下等着，有点恐怖，谢谢。说完，我也不理会宋之远的反应，拉开车门朝着陆然跑了过去。
我咧着嘴讨好的戳了戳陆然的肩膀，我不知道你还会抽烟，你不知道的多着呢。陆然淡淡的看了我一眼，但还是把烟碾灭。我主动开口解释，今天不是故意把你留下的，我和许妙妙之间的关系有点复杂。我妈有心脏病，去年才做的手术，医生说情绪不能有剧烈起伏。然后我听说许妙妙跟我爸好像勾缠在一起了，就在我家里。我担心我妈发现会出事，所以才着急赶回去。她还是不说话，我又戳了戳她，被她躲开。我没有哄男朋友的经验，陆然的冷漠让我有点手足无措。等了一会儿，她还没什么反应，我也没了耐心。你不相信就算了。说完，我扭头准备走，右手突然被人拉住。这就算哄完了？我一副不然你还要干嘛的表情，把陆然逗笑了。他下意识伸手想拿烟，想了想，还是从口袋里抽了出来。许熙，你得把我当个男人，不是个孩子。还有21天，下不为例。追求陆然，这一点都不容易。陆然的同龄人大多还在上学，除了看书，最大的爱好应该就是打游戏了。但陆然就是个异类，他既不上学，也不打游戏，就喜欢捡垃圾。甚至在那件事发生后，陆然捡得更加卖力了，早出晚归的。这天晚上，我暗戳戳问陆然，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，或是想去的地方？陆然瞥了我一眼，什么都让我告诉你，要不我干脆直接答应你好不好？那也行。陆然送给我了2个字，呵呵。他个捡破烂的，拽什么拽？思来想去，我还是觉得送给陆然最好的礼物就是继续念书。我也是无意间了解到，陆然从小就是在孤儿院长大，初中毕业就辍学打工了，年纪小也找不到正经工作，只能在工地搬砖。陆然后背大大小小的疤痕都是那时候受的伤，有个高中毕业文凭，以后即便当不成首富，找个正经工作应该还是可以的吧。但我没想到陆然对继续上学这件事十分抵触。我也不需要你非得考个很好的大学，只是你这个年纪原本就应该什么？原本就应该上学念书，考大学。陆然冷笑，许熙，你真挺能耐，我让你把我当男人追，现在你直接把我当儿子养，都什么乱七八糟的。我找人托关系的为了谁？你好心当成驴肝肺，那就把你的关系留给你儿子，我不缺妈。我们冷战了整整1个星期，谁也不搭理谁。陆然还是会早晨帮我把早饭做好，但就跟叛逆的儿子似的，一天到晚也不给我打电话。虽然心里生气，但事后冷静下来，我又回想了一遍我们的对话，感觉好像确实是有点那么个意思。眼看着陆然生日越来越近，我有点着急了，好几次都想找机会破冰，但都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失落的情绪一直蔓延到了工作，连同事都看出了我的心不在焉，非要拉着我一起出去吃饭散心。原本我是不想去的，但陆然每天早出晚归，我回家也是孤零零一个人。想了想，还是答应了。没想到才出公司，转角就见到了陆然。他戴着手套，身上脏兮兮的。工程部的小伙子正在跟他对接，这些电脑都报废了，全都卖了。我不知道陆然还收公司报废的电脑，站定了脚，一瞬不瞬地盯着男孩。陆然感受到我的视线，也抬头，四目相对。同事也瞧见了陆然，在旁边小声说道，你们看这小伙子长得还挺帅，可惜是个收破烂的。他是不是盯着咱们西西看呢？连收废品的都被咱们西西的美貌折服了。我不确定陆然有没有听到他们说的话，但陆然很快就移开了目光，神色淡淡，像是不认识我一样。我接受不了这种冷漠，抬脚就走过去，喂。陆然没动。工程部的小伙子抬头，你叫我？陆然。陆然这才抬眸，像是看陌生人一样看我，你也卖废品？见我没回答，他把废弃的电脑扛到3轮车上，没有就别耽误我工作。说完，蹬着3轮离开。因为陆然的态度，这顿饭我吃得魂不守舍。同事们在旁边聊天，只有我沉默地一直灌酒。等到回过神来的时候，脑子已经有点不清楚了，迷迷糊糊地听他们说着，今天咱们看到的那个男孩长得是真帅呀，怎么这么想不开收废品呢？没机会当明星，就算是当个鸭也比这赚钱吧。当鸭不行，不干净，不如让我来包养他吧，嘿嘿嘿，快来姐姐怀里。几个女生在那边开玩笑，我越听越不舒服，一拍桌子，不行。他们被吓了一跳，什么不行？我使劲摇头，陆然，我的。你们不行。谁是陆然啊？我头脑发昏，也没听到他们的问题，踉踉跄跄往外走，脑子就一个想法，我得找到那个小屁孩，绝不能让他当鸭。同事们担心我，跟在我后面就跑出来了。我一直拨陆然的电话，接通后就开始哭。陆然估计吓坏了，怎么了？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你不是说要等我追你吗？为什么背着我去当鸭了？陆然，我咬牙切齿，当鸭就算了，为什么还不接我的单？呜呜呜，丫丫这么可爱，你为什么要吃鸭呀？越说越乱，最后陆然只能让我把电话拿给同事，大概是同事给了地点。
反正我蹲在路边不一会儿，陆然就来了。他来得匆忙，身上还穿着在我公司收废品时的黑色 T 恤。有同事认出他来，都惊讶地讲不出话来。我不顾大家的反应，伸手朝着陆然抱怨，我站不起来了。陆然叹了口气，弯腰直接把我抱在了怀里。他冷漠地跟大家打招呼，人我就先带走了。我同事都傻了，那地点了点头。我安静了一会，想到什么开始扑腾，你车呢？我要坐车。我买不起车。你有？我又生气了，我今天看见了，你有3轮车。你为什么骗我？我也要坐。陆然太阳穴跳了跳，没有。我怒吼，你有？没有。你有。最后陆然败下阵来了，他绕过2个巷子，把我带到了一个车棚。我认出来陆然那辆蓝色的小3轮车，一个箭步盘坐上去，朝着陆然傻笑。陆然眼底的目光揉了揉，说了句傻子，然后叹了口气，明天你会后悔的。我不明白陆然说的后悔是什么。成功坐上3轮车的我，蜷着身子直接睡着了。等再醒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躺在了舒服的床上。虽然喝醉了，但记忆还在。想到昨天自己干的蠢事，我就忍不住捂脸哀嚎。以前我觉得自己在陆然面前怎么都算个成熟稳重的大姐姐，现在可好，全毁了。按照陆然的生活习惯，他一般7点就出门捡破烂了。保险起见，我故意赖到了8点才起来。结果才开门，就看见陆然端坐在沙发上。见我出来，他站起身子。厨房里煮了粥，吃点暖暖胃。我没什么胃口。我不敢正视陆然的眼，迟到了，我先上班了。说完，我拔腿就走。陆然站在我后面，抿了抿唇。后悔了？啊，昨天把我叫过去，现在大概你同事都知道你和一个收废品的关系匪浅。我眨了眨眼，这才反应过来陆然在说什么。所以他误会了我的害羞情绪，是嫌他身份丢人。突然间我明白了，为什么陆然在听到我让他回学校念书时会那么排斥，还有在遇到和同事在一起的我时会故作冷漠。所以之前我当着他的面坐上了宋之远的车，到底还是成为了陆然心底的一根刺，让他开始变得自卑，开始变得敏感。我始终忘不了出狱时的陆然，拽里拽气，一张嘴跟机关枪似的，逮谁呛谁。虽然穷，但嚣张肆意，率性洒脱。可因为我陆然不一样了，我不想让陆然再有任何不好的情绪蔓延，踮起脚尖直接吻住了他的唇。退回来，正好对上陆然错愕的双眼，我忍不住失笑。其实我始终觉得你年纪太小，在感情上应该有更多选择的权利。但现在我从没有像这一刻期待过你18岁的到来。陆然，不管未来怎么样，但现在我想拥有你。因为对陆然上了心，我终于不再吊儿郎当的过日子，生活也变得可爱起来。然而在我和陆然相处的时间里，主角团也没闲着。许妙妙正在凭一己之力疯狂推动剧情。几天后，我就收到了我爸被立案调查的消息。如果我没推断错的话，这应该是本剧最后一个剧情了。按照结局设置，我爸会被许妙妙算计入狱，他也因此获得了集团高层的认可，被票选为新一届的总裁，最后和宋之远结婚，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。但实际上，剧情开始变得有点不一样了。比如，我妈还活着，我也没自杀。至于我爸，他爱咋咋地。但我不关心我爸，正在被调查的他却先联系了我，开口就和我说，我给你安排了联姻，你准备好跟东阳集团的公子结婚。什么？我现在正在被调查，你应该有所耳闻。东阳集团可以注资，条件是你嫁给东阳的小公子，我已经答应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东阳集团的小公子好像有智力障碍。我忍不住笑了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凭你是我许东的女儿。这样啊，我拖长了尾音，许妙妙不也是你女儿？你找她去呀。我爸显然没想到我会知道，他沉默了几秒，谁告诉你的？你不是拼了命都想守住这个秘密吗？如果要是让大家知道你今天的遭遇实际上就是你20多年前抛弃的女儿导致的，你说媒体会不会很喜欢？哦，他们可能还会顺藤摸瓜地查到当年许妙妙的母亲是怎么去世的。许熙，你要是不想让过去的事被人知道，就赶紧和我妈离婚，不要让你的事牵扯到她。我不会答应你任何事，否则明天所有的报纸头版头条都会是你跟你好女儿做的好事。说完我挂断电话，心脏还在砰砰直跳。抬头，陆然靠着门框看向我，你都听到了？我苦笑，我是不是挺坏的？不觉得。陆然瞥了我一眼，你还可以更坏一点。比如，陆然唇线慢慢上挑，看我的眼神莫名放荡。意识到他在想什么，我脸瞬间通红。睡了。自己滚。没过几天，我接到了我妈的电话，我爸终于同意和他离婚了，条件是我继续帮他保守当年许妙妙母亲去世的秘密。至此，纠结了20多年的父母关系也告一段落。但是我爸和许妙妙之间的战争还没结束。原本我以为大结局不会有任何改变，
没想到紧急关头，东阳集团却给注资成功。不仅如此，许东还顺利当选了下一届董事。这通操作让我惊呆了。我这个爸没想到还真是有点东西，绝地反击可还行。过了几天，我终于知道原因了，因为我看到了许妙妙和东阳集团小公子即将订婚的新闻，而在那篇报道上，许东首次承认了和许妙妙的父女关系。所以，许东该不会是真受到了我那天在电话里的启发，让许妙妙嫁给了东阳集团的小公子吧？就这剧情走向，我都想发弹幕参与讨论了。许妙妙这个婚结得很仓促，几乎是隔天就办了婚礼。身为她好闺蜜，我自然也没有缺席。东阳集团不缺钱，婚礼搞得很是气派。许妙妙穿着婚纱，脸上带着经典假笑，而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东阳集团的小少爷，长相周正，但是看谁都笑得傻乎乎的，就挺可爱的。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？拍完照，许妙妙看着我，我莫名其妙。许妙妙抿唇，我嫁给了个傻子，你很开心吧？她嫁给谁关我屁事。许妙妙冷笑，但我有整个东阳集团做靠山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而你找了个捡垃圾的穷光蛋，一辈子都翻不了身。都到现在了，还不忘踩我一脚，他是不是有病？陆然生日那天，我感觉自己比他本人还要激动。其实我也说不出来为啥这么高兴，大概是因为之前陆然挑起太高了，让我忍不住期待起来。结果当天起床，客厅里却空无一人。原本每天都要等我一起吃早饭的男人，居然在这么重要的日子消失了。我觉得奇怪，走到门口，却突然看到门下面放了一个包裹，拆开居然是个机器人。开机，机器人说话了：“主人好。”声音有点熟悉，怎么有点像陆然啊？机器人还在说着：“西米露1号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”西米露、许西和陆然。我眨了眨眼，终于意识到这似乎是陆然故意放在这里的。我下意识喃喃：“陆然呢？”结果小机器人居然回我了，说了句：“你猜。”好家伙，这就是陆然，连欠扁的音调都一模一样。所以今天陆然这是想让我去找他。我拨通了陆然的电话。在哪儿？看到礼物了。我摸着小机器人的脑袋，今天不是你生日吗？送我个机器人干什么？你不是想买我的嘴吗？我做了个嘴替给你，无聊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聊聊天。嘴替？我眨了眨眼，摆弄着小机器人，然后我就听到陆然说：“许西，只要你找到我，我就答应你的追求，跟你回家。”说完，电话挂了。我愁眉苦脸，怎么这孩子过个生日还这么不安分？我去哪儿找啊？不满地敲了敲机器人的头，你知道你爸在那儿吗？给你个提示，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卧槽，这个机器人真能跟人对话。第一次见面的地方，难道是我拒绝宋之远的那个咖啡厅？把小机器人往包里一塞，我立刻出门奔向咖啡厅，心里还隐隐带了点期待。然而一无所获。奇怪，站在街头，我怎么都想不到第一次见面除了这里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。突然我注意到有人手里拎着的蛋糕袋子，看着有点眼熟。这不是陆然之前偷面包的那家店？结果小机器人不乐意了，陆然才不偷东西。他不偷东西，那面包哪里来的？买的。就像冥冥之中的指引，我抬脚朝着街对面的面包店走去。推门进去，老板娘就像认识我一样：“你是找陆然的吧？你认识我？”老板娘笑了笑：“跟我来。”说着，她把我带到了蛋糕店2层最里面的房间。推开门，居然是一个很小的工作室。说是工作室，但其实更像杂货间，里面堆满了东西，全都是收来电子废品。桌子上摊放的是从废品里拆卸出来的零部件和电路板。陆然很厉害的，老板娘笑眯眯地说：“你手里的这个就是他做的。”什么？我惊呆了，看了眼手中精美的小机器人。你说这个是陆然做的？不止，还有我们店里的电脑也是他自己拼装的。我完全没想到陆然居然会这些东西。这一刻，我终于知道陆然将来是怎么成为首富的了。他根本就是天才。就在我震惊的时候，陆然出现了。我以为你还要很久，没想到还不算笨。我指着那一堆东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许西，这里是我的世界。现在我才知道，陆然居然自己有个工作室。陆然解释，这里是1年前租的，其实就是感兴趣。我买不起什么电子产品，所以白天就去工地打工，赚的钱用来交这边的房租，再去各个地方回收一些电子废品，拆下来研究。那些东西便宜，不需要花什么钱就能买到。后来这些东西就越来越上手，窜的东西也都能卖个好价。我惊呆了，所以你不穷？陆然皱眉，我说过我很穷吗？那你为什么要跟我回家，还说自己要住桥洞子？陆然有几分冤枉，不是你让我照顾你，非要带着我回家的吗？嚯，现在怪我喽？我撇嘴，陆然却笑着伸手，给我吧。我没好气，什么？银行卡呀？陆然眨眼，20万。这人
他不缺钱，干嘛还惦记我的小金库？这个财迷，我从兜里掏出来，使劲拍到了陆然的手心，给你。结果陆然捏住另一头，手腕轻勾，直接把我内进了怀里，力度大到快要把我揉进身体。他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纸，递给我，我疑惑地展开 A4 纸的最上面，我赫然看到了几个字：创业企划书。字并不好看，一笔一画的，甚至看上去有点幼稚。你这是？陆然脸色微红，我不太会，你可以帮我吗？我的投资人。原来我说的每句话，陆然都放在了心上。我看着他四四方方的小学生字体，噗的笑了出来，但随即眼泪却又流下来了。愿意，但我又摇了摇头。陆然，你不创业也可以的，你想干什么都可以的，只要你喜欢。听到我的话，陆然眼神逐渐深沉。只要我喜欢，干什么都行。然后他凑在我耳边说了几个字，我脸通红。陆然，他笑，我成年了。紧接着，消失许久的弹幕出现了。终于等到小陆总过生日了，我坚持看这部大烂剧就是为了这一刻。有什么悄悄话是我这个尊贵的 VIP 不能听的吗？音量给我调到最大。什么时候单出了许熙和小陆总的番外呀？我想看陆总创业成功后他跟许熙的快乐生活。后来我问陆然，为什么喜欢我？我做过一个梦。陆然看向我，梦里的我出来打工搬砖，辛辛苦苦工作了1年，却被包工头骗，所有的钱都被卷走了。流落街头的我饿极了，偷偷跑到一家面买店偷了个面包，却在出来的时候撞到了一个姑娘。说着，陆然笑了笑，她应该是刚被求婚成功，手里还拿着玫瑰花。她男朋友嫌弃的把我推在地上，但那个姑娘温柔的把我扶了起来，给我了100块钱。她说，人可以穷，但不能偷。后来那个姑娘辗转托人联系了我，资助我念完了高中。心脏开始狂跳。我不知道在原本的剧情，我和陆然还有这样的渊源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因为自卑错过了他，等我再联系他时，他已经去世了。而当年和他求婚的男人和他的闺蜜在一起了。陆然伸手将我的碎发掖至耳后，是命运吧？后来我真的遇到了那个姑娘，不过还好，一切都和梦里不一样。我环住陆然的腰，我爱你。陆然吻住我的额头，弯了弯嘴角，我也是。陆然20岁那年，我们登记了结婚。回家的路上，我突然一阵眩晕，然后我看到消失了2年的弹幕大军重出江湖，大家齐刷刷的在发。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这种烂剧还有第2部？说真的，我对许妙妙的复仇完全不感兴趣好吗？家人们，第2部再也不见。回过神，我正对上陆然紧张的表情，老婆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笑了笑，不关我们的事，这些狗血的复仇剧情再也不关我的事。